今天过得很愉快。我也是。再见。你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你亲他，我看到了。别碰我！就为这么点事儿，你不相信我？你今天干嘛去了？你不是说要把他跟郭新年的通话证据给他吗？为什么不给？看上他了，还亲他，恶心！因为我蠢呐，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，我不知道他有京城这样的一个靠山，我不知道他每天会和你在一起上班。因为我蠢，我简直蠢爆了。我当然知道我今天去是干什么的。我去找他是因为我掌握了他跟郭新年私通的证据，我要警告他不要在洛菲斯投资忽悠的这件事情上给我起副作用，否则你挺明白的嘛。你这么明白，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？因为这是我的底牌呀，姑娘，我还没到要把底牌都打出去的时候。我一旦要是把这张牌都打出去了，那纳兰就会从你们洛菲斯投资部ED的位置上消失。然后谁会接替他？接替他的人就一定会支持忽悠吗？我不能保证啊。还是你觉得你会接替他？所以你这么希望我把这张牌打出去，让他赶紧从你的身边消失。原来你是这么想的。丫头，我告诉你，你一没资历，二没人脉，就算纳兰真的消失了，彭学武也不会把你变成洛菲斯投资部的ED。如果这是你的想法，你就太天真了。你都不是天真，你简直幼稚。你别跟我扯那么远。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我现在还不想和纳兰为敌。我想的是，在找寻这件事情的别的可能，比如说，让纳兰对我产生好感，他就会支持忽悠。如果由他来提交忽悠的案子，你就没有任何风险了。你说的哪句话是真的？哪句话是假的？我都不知道。咱们俩在一起多久了？
这么久的地下恋情，你还记得是为什么吗？咱们俩的关系一定不要让任何人知道。我如果想成立公司，需要拉投资，你要在罗菲斯帮我。投资圈的规则我懂，这么做可以保护你，因为我牺牲了这么多。你把你的房子都抵押了，变成钱来支持我创业。没有你就没有忽悠。我记得。就因为这件事情，我罗威这辈子不会再爱上别的女人。我希望你也记着。你见鬼了！你不知道有人跟着我，一路跟着我，跟喝多了似的那几个人。啥时候啊？就刚才我这一路的跑啊，现在还在门口呢，好像。走，出去看看去。等会儿啊！我先报个警。报什么警啊？出去看看再说。好。对，老大，刚才就是他跟着我来这儿。干嘛呢，哥们儿？先握个手，认识一下。认识什么认识啊？干什么？喝酒！哎，松手！打人！别打人！干他妈什么呢？去呀！滚蛋！等着！你给我等着！哎，等谁呀？等着！四眼，别跑！来呀！你叫谁四眼的？来呀！站住，别跑！追我呀！给我滚！别跑！站住！你怎么还没睡啊？把东西给我。什么东西啊？你不是黑了纳兰的邮箱吗？他那些通风报信、教唆魔晶怎么骗取洛菲斯投资的材料，通通给我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要看，我想听，我想知道纳兰到底干了什么。我不相信他是干净的。等我抓到他的把柄，我亲自交给他。东西已经不在我这里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是？阿姨晚上好。我打印出来了，这是21号的邮件，你告诉他要压缩项目计划书，这是22号的，23号的，一连3封，你写的挺勤的呀。还有这个，你的录音，想听听吗？哪儿来的？你别管我从哪儿弄来的，这些录音，我他妈都没法听。那咱们就放出来，
听听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你这是在公开背叛我，你知道吗？你在外面偷吃也要有个度吧？你图他什么呀？啊？他有什么呀？他是答应给你多少股份是吗？多少？15、20？没钱你跟我说呀，我他妈有的是钱。你们俩是不是商量好的，你才背叛我的呀？我还真是以为因为那个小模特呢。纳兰，别再跟我装了。纳兰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大晚上的，你们俩吵什么吵啊？对不起，妈，我们没事儿，你早点休息吧。明天你爸要参加个重要的会议，你们俩有什么话好好说，好好商量。知道了。哎，你看，我跟你说，我刚抓着就啪一脚，我好久没跟人干架。打你能的，不就打了几个酒鬼吗？我。我再问你一遍，这些东西哪儿来的？从你邮箱下载的。当黑客呀？别吹了，这事儿你干不来。是谁给你的？你管不着。被我猜中了。就你这样的熊脾气，看到第一封就炸了，还会攒这么多来跟我算总账，真让我刮目相看呀。怎么？最近被刷机了？别再跟我臭贫了！我警告你，只要我不高兴，你知道有什么样的后果。纳兰，今天必须把这事儿跟我说清楚了，要不然我弄死他。说清楚什么呀？说我帮助郭新年是为了钱，说他给了我多少股份。你太小看我了。你回去把这些邮件一封一封看清楚了，语音一条一条听仔细了，涉及到一点利益输送，你告我去。我找好了材料，缺失了一个关键环节，它里面没有涉及到郭新年和纳兰之间的利益交换。郭新年没有对纳兰提出过给他股份、给他回扣或者给他好处，一次都没有。不可能，我就是做投资的，这一行有这一行的潜规则，一定是有回扣、有好处、有股份的。确实没有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犹豫再三没有把材料拿出来的原因。我没有一击必胜的把握。他是圣人吗？我不相信。我把材料给秦城了。你说的那些什么偷情啊、外边有人啊，这些是你的专利，我做不来。你知道我的项目也在争取罗菲斯的投资，郭新年的创意和我的项目一模一样。如果非让洛菲斯选一个的话，那他就是我的敌人。你现在站在我敌人那边给他出谋划策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金城，你还真有脸说，是你剽窃了别人的创意，是你逼我这么做的。魔晶的敌人，除了咱们之外，还有杰勋。
金城的捷讯也在争取罗菲斯的投资。金城跟纳兰之间在闹感情纠纷，金城会把这一切理解为纳兰劈腿，金城不会放过郭新年的。如果纳兰还有一点点想要挽回这段感情的想法，他不会再绑墨镜。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婚姻远比一个小小的软件更重要。金城会搞定墨镜的，金城会搞定一切。那你向我发誓，不许喜欢纳兰，像你之前说的，一辈子只爱我一个。我现在做的任何事情，都是为了我们的将来。我们会有很长很长很长的将来。怎么样？片出来照了，骨头没事儿。你坐会儿。不坐了。22号到3诊室神内我就说没事儿吧，来医院都是多余。我就是好久没打架了，那脚踹出去发力不当，抻着筋了。咱走吧。我把情况说一下。我们的电脑全被砸了，硬盘下落不明，我们连备份都没有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之前所有的工作归零了。我算了一下，重新做，要想赶上今天的进度，至少需要27天。27天，黄花菜都凉了。别说丧气话，晚了也得干。难道我们就放弃了吗？必须把时间抢回来。纳兰，就算我睡了1000个女人，但我告诉你，我只爱你一个人。你这话我听着想吐。好，不管你信不信，我做的这些事儿都是因为你，是你告诉我不能无所事事，不能游手好闲。我现在真干了点什么，你对我又是这种态度。我是让你做事儿，但我没让你剽窃。如果你是真的为我好，算我求你了，放弃接续，这才是正确的选择。哦，合着流氓跟踪我是假，要把咱们电脑砸了是真，调虎离山之计。你想想是不是就是这么一回事儿？你说，你也不是国色天香，也不是倾国倾城之貌，流氓干嘛非得盯着你啊？爱死你！
都不想干了。不是当初你们也没跟我说干这事儿还有生命危险呀？早知道我就不跟着你们俩混了。你去再给我拿2条啤酒。这件事过去了，你不帮我可以，但你也不能帮别人。这件事情以后不要再管了。回香港，我们结婚。结婚？跟你结婚啊？你不觉得很滑稽吗？你在伤害我的朋友，剽窃我朋友的创意，还干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。你跟我说结婚？你还说他是你的朋友啊？那就不要怪我对你的朋友不客气了。2号，宗哥。首先，我要做个自我检讨，对胡油的跟踪，我信息滞后了。你们手上这份关于胡油的材料，上周就交到彭总那儿了，但是我不知道。我们目前工作的重点就是胡油、捷讯，还有魔晶，大家要及时更新信息，保持同步。我再宣布一个纪律：关于这3个项目的评估材料，在正式上报之前，按照公司的权限，只有我和温妮可以调阅。大家做好邮箱的保密工作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散会。马丁和温迪留下。温迪啊，有人把胡油的材料直接加在周报里递给了彭总，彭总问我，我一无所知。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？你的意思是我干的吗？马丁，你说。周报只有温总看过，其他人没动，我就直接递上去了。马丁，我看周报是第一次吗？你是看见我把材料夹进去的吗？那倒没有。马丁，没事了，你先回去吧。纳兰，你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把矛头指向我？材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急什么呀？领导要查，我就不能问一下吗？我当然要急了，说的好像我跟胡油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一样。我可没这样说啊。纳兰，你要相信我，洛菲斯的纪律我是不会触碰的。那些人我很清楚，为了争取我们的投资，跟你磕个头都可以，许下一大堆利益，到时候未必兑现。就算是兑现，也未必会保密。我要是愿意帮谁，我必须先了解清楚他的人品。你倒是挺有经验的。那根据你的经验，你判断一下，我跟罗威之间有没有利益交换？我不知道，就算是他要给你什么好处，也是私下进行的。
他倒是真没给过我什么好处，只是他在追我。是吗？这我倒没看出来。罗威是个挺有趣的人，我只是好奇他和我之间怎么有这么多的共同爱好。你们开始约会了吗？见过几面，说是约会吧，更像是业务交流、资源共享之类的。你管约会叫资源共享？我跟他见面，就是想知道，究竟是谁在私底下搞利益交换？究竟是谁越过我的权限，把忽悠的材料加到周报里？下站了。嗨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的。你们这儿环境还不错呀。环境不重要吧？重要的应该是我呀。如果我是给你当私教的话，我可以优惠，怎么样？先来个100节。今天温迪没来啊？提这个人我就生气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温迪太不怎么样了。怎么了？他一开始就在勾引我，做个放松练习没完没了的。等我被勾引上了，那我是不是得表示一下？所以我请他来家里吃夜宵，但他不来。行，那我去他家里吃夜宵。她男朋友在家。她真的有男朋友啊？说的就是，你说你有男朋友，你还跟我瞎扯什么呀？我最烦的就是这种吃着碗里的蘸着锅里的，干嘛呢？我是备胎呀。也许人家男朋友长得比你帅呢。不可能，回头我给你拍个照片，你自己看看到底谁帅。哎，那个到底买多少节课呀？我得先看到照片，看看是你比较帅，还是温迪男朋友比较帅，我再决定买多少节课。什么意思啊？温迪一直不承认自己有男朋友，要是你能搞到她男朋友的照片啊，我们办公室还有很多人会在你这儿买课的。你们肯定是暗自在赌，我到底能不能追上温迪，对吗？你在哪儿呢？我在这儿呢。哎呀，你干什么呀？你吓死我了！穿这么漂亮，有约会啊？瞎说什么呀？我让你办的事儿，你办的怎么样了？这不是很明显吗？我现在每天什么事都不干，我就在这儿蹲点儿，我肯定把他抓住。波波，那你可得看仔细点。放心。
你们就不是什么天使投资人，你们就是土匪，这就是趁火打劫。有什么不满意，咱们好好谈嘛。我跟你们这种人没什么好谈的，你们已经拿了我20%的股份了，现在追加200万，要拿我31%的股份，加起来是51%。我不是傻子，你们要控股，干脆魔晶都给你们算了，好不好？你们自己去开发。给我们，你舍得吗？我舍得，我现在病了，我癌症加神经病，我开发不了了。哎，咱能好好说话吗？干嘛呀？都是兄弟。兄弟个屁！人家为了兄弟两肋插刀，你们是插兄弟2刀。怎么了，老大？谁要插你？插！老大，快瞧瞧，你们俩去哪儿了？啊？刚从东南亚回来啊？Bingo！ 看，从上到下这一身这个是我豆皮买的。人家已经把刀顶在我胸口了，你们俩还有心思去动物园批发市场？看你们的德行，耍猴呢！我做错什么了？不知道啊。高迪，我告诉你，我去借钱，我借不来钱，我卖血、卖肾、卖眼角膜，我实在不行，我把我骨头架子卖给医学院当标本，我还不信了我。你这不是在耍小孩子脾气吗？合同这件事儿就是征求你的意见，咱能不能像成年人一样？你先坐下来，咱好好商量商量。商量个屁！我刚才说了，我退出，我是认真的。你可以退出。顾新年，我告诉你，魔晶，我跟徐家莹有20%的股份。你退出好，从此以后你不许再以任何方式开发此类软件，魔晶已经不属于你了。就算你们3个都走，没问题，我们会继续下去，因为我们会找到比你们更好的、更优秀的设计师、软件工程师。别以为你们的能力和技术独一无二的，别那么自以为是，你们想走就走。哎，住手！老大，郭新年，你给我冷静！我就跟你说一句话，高迪刚刚说的，话糙理不糙，我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。你甭劝他，他不是小孩了，他自己有足够的判断能力。郭新年，你生气能多长时间？看一场电影足够了吧？好，我现在时间给你延长些，明天上午10点，你想好了？你如果愿意跟我合作，我非常开心，我们继续拍；你如果不愿意跟我合作，我们到此为止，拉倒解约。告诉你，我就是个商人，无利不起早。老大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你眼瞎吗？这是逼着我上吊呢！傻。我不明白啊，一个喜欢阿黛尔的人，怎么也会听农业摇滚？农业摇滚，你对老派的工业金属有成见啊！我呢，跟你的相同点是我们都喜欢阿黛尔，但是我跟你不一样的地方在于，我不仅仅只喜欢阿黛尔。去哪吃？听你的。你把我叫出来的，听我的。行。去工体找一家怎么样？随你啊。你们高级白领是不是都喜欢互换男朋友啊？说什么呢？胡说八道！我刚才看见你办公室那女的和你男朋友一起走了。什么男朋友？我上次送你回家，
在你家门口接你，开个吉普的那个，不是你男朋友啊？不过，他们两个还真的是挺像一对儿的啊。我有一个想法，做一款语音软件。如果我们把这款软件研发出来了，这将是人类新的一种沟通方式，它将是世界未来的潮流。郭新年，我希望你的项目能成。我金，你好，你是在高原上诞生的，你是在我们的失败里诞生的，你是在我们每一个不眠的夜里诞生的。我刚才听见魔晶的声音了，太美了，太动听了，我绝不能这么就放弃了，我一定要坚持下去，把这件事情做成。我创业了很多回，失业了很多回，甚至我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但是魔晶不一样，我确定，这是我活到今天为止我做的唯一一件有价值的事情。当时我在高原上骑自行车，刚开始构思魔晶这件事儿的时候，当时咱们在杨洋洋的仓库里开始做这个软件的时候，当时咱们坐在那张桌子上喝一口咖啡往回吐一口的时候，我都没有看到任何可能性。但是今天，可能性出现了，而且已经发生了。今天又白练了。不会，只要你坚持跟我在一起健身，你吃多少都不会胖的，永远都会有这样的好身材。来，我们再喝点儿，再喝点儿，喝多了我好把你扛回去啊。你早盼着这事儿吧？看来咱们两个是不能好好谈恋爱了。你知道每天有多少女孩排着队想跟我在一起吃饭吗？我为什么跟你吃饭啊？因为我喜欢你。不好意思，打个电话。不好意思啊。喂，你现在约他都约上瘾了，你今天都没告诉我，我看你晚上不用回来了。我现在也在外面吃饭呢，和一个男的，我晚上也不回去。他能不受气话吗？今天是他约的我。罗维，你就编吧，使劲编，你能编出180个理由骗我，这样你就可以天天跟他见面了。我再说一遍啊，今天是他约的我，我来是想知道他找我干什么。喂，嗨，美女！别拍了，没事别瞎拍了。哇，你身材好棒啊！来个正脸的，来个正脸的。我让你别拍了，收起来啊！看来你是对我一点好感都没有啊。他真比我帅吗？你好好看看，如果你真觉得他比我帅，这顿饭我请。嘛呀？什么时候拍的？今儿拍的呀。别人看过没有？当然看过。接电话，接电话。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
今天约我出来，想聊点什么？罗伟啊，我就是好奇，想问一问啊，是不是有很多女孩喜欢你啊？我是个 IT 男，是个技术控。通常我们这种人，在别人看来就是智障，是属于情商比较低那种。可能真的有女孩子喜欢我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我之前看过你的简历，你在大公司上班好好的，怎么就突然想起创业了呀？你会下棋吗？就像是棋子，命运掌握在下棋的人手里。我不想做棋子，我要掌控我自己的命运。我看狐油公司的规模，在创业公司里也算是中等配置了。可为什么股东名单里只有你一个人呀？我的意思是，一般这种创业公司都有合伙发起人。你是在对我提出的材料的真实性表示质疑吗？是的。什么意思？那我就直说了。你之前多次约我，多少有些暧昧。你是在为了项目呢，还是真的喜欢我？像你这么有魅力的男人，应该不会是单身吧？我就是想问一问啊，如果我对这个项目没有帮助了，打个比方说，洛菲斯并没有投资给狐油，又或者说是更惨一些，我从洛菲斯离开了，对这个项目完全都没有意义了，你还会这么对我好吗？会的。我承认，我之前每一次约你，都是有私心的，跟项目无关。我喜欢你。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，能够让我向你表白。只要你还没嫁，我就有资格追你。其实男人跟女人不太一样，女人喜欢二元论，就像你说的，让我心动的究竟是这个项目，还是你这个人？在男人看来，分得没有那么清楚。请允许我继续对你心动，而你必须支持狐油，因为你支持狐油，就是在支持我，支持我，就是在支持我们的未来，我们俩的未来会很长，很长。您觉得这个房间还满意吗？满意。祝您入住愉快。好，谢谢。哎，老大，你在哪儿呢？你管我在哪儿？我给你打一早上电话你都不接，怎么着？电脑被砸，硬盘被偷，你们很开心是吗？还有心思去买衣服，穿得跟个花蝴蝶一样就回来了。老大，你别这么说，我觉得挺好看的。好看个屁！行了，别再给我打电话了，我要自己静静。
就送到这儿吧。那兰，骚扰的这么执着，值得听一下。我等你。喂，喂，罗威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半天不接我电话，你在哪儿？你还跟他在一块儿吗？我跟你说，他已经知道我们的关系了，今天就是他做的局，你就跟他玩吧，掉人坑里还不知道。你都知道了？是的。所以你今天约我出来，其实是想套我的话。有人黑了我的邮箱，还把资料给了京城，我很纳闷儿，我就想知道为什么。你们洛菲斯的项目投资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3选1，我希望得到你的支持。所以你就打感情牌？谈不上打感情牌。狐游是一款质量很高的软件，如果你能把对魔晶支持的1/10放在支持狐游上，我给你狐游1半的股份，我给你我的将来。那温迪呢？如果我说，我觉得你比温迪更适合我呢？这倒是个很别致的表白。你之前多次约我，多少有些暧昧。你是在为了像我呢？罗维，还是真的喜欢我？像你这么……我希望你跟温迪商量一下，不要再搞小动作。如果我对这个……要不然他也会听到你刚才说的话。洛菲斯并没有投资给狐游，又或者说是更惨一些。再见。我之前发给你的所有的邮件都删了，全删。那兰不会找我们的麻烦的，我们也不要给自己留下尾巴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，以后不要再发email到我的邮箱了。我注册了一个新的，一会儿就发到你手机上。你找我什么事儿？郭新年，你说话呀！我们的电脑出了些问题，之前干的可能都白干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我们的进度会落后很多，魔晶上线的时间会推迟很久。你们也太不小心了吧？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呢？你先别着急啊，进度慢一点，说不定也不是坏事儿。这样你们可以把魔晶做得更完善。你的声音怎么听起来病怏怏的？我现在浑身都不舒服，我反复的在想，如果捷讯上线了，就没有人再关心魔晶了。我的天使投资人今天又给我做了一份合同，为了赶进度，他们要追投200万，还要把一些活给外包出去。投的这200万呢，他们要占31%的股份，再加上之前的20%，他们一共要占魔晶51%的股份。他们要控股魔晶，我当然不同意。
然后他们说，就算我走也没关系，他们会找其他人继续开发。你怕什么呀？你怕魔晶不再属于你了吗？嗨，这个世界上也不缺一个叫郭信年的人。也许魔晶明天就不属于我了。我想见你。我真的想见你。你是想放弃魔晶了吗？你见我是为了告别吗？如果是为了告别，那还不如不见。我不想跟你告别。我不懂，你为什么对天使投资人的建议这么的反感？你真的在乎那些股份、那些利益吗？如果真像你说的，你把魔晶当自己孩子的话，你会把自己孩子卖了吗？这里面也有我的心血。如果你还听我的建议的话，你就一步都不要离开，哪儿都不要去。明天早上你就去告诉你的天使投资人，你可以放弃股份，放弃利益，那些都是身外之物。但是没了你，魔晶什么都不是。赶紧看吧，看完我要删了。我看完了，你删吧，就当我没看过。纳兰，我是真心喜欢罗维的，我想帮他，想让他成功。他成功了，我就辞职，我可以退出投资行业。求求你，抬抬手，放我们一马吧。你胆子太大了。你是什么时候发现我跟罗维好的？罗维第一次来公司的时候，我就看出来了。你看他的眼神都在发光。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眼神才会发光。纳兰，我说了，你可能不相信。罗维是我的初恋，之前不是没有男孩喜欢过我，是因为我不想谈恋爱，也不敢谈恋爱。跟穷人谈，我不甘心；跟富人谈，
怎么看我，他们只会尊重我。像你这样的人，就算有一天我跟夫人结婚了，又能怎么样？无非是从金丝雀变成黄脸婆。所以我跟罗维谈恋爱，我想把一个穷人培养成一个富人，这就是我的爱情理想。把一个穷人培养成一个富人，你野心挺大的。所以我也喜欢有野心的男人。野心和才华是男人最好的装饰品，比宝石还要珍贵。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？我先问，你怎么知道是罗维黑了你的邮箱？你是想听惊险刺激的故事呢，还是想听事实？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像福尔摩斯那样，通过侦查、逻辑判断，把这件事给挖出来了。但事实是，只要我问，京城什么都会说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换我问你了，你把自己都赌进去了，你觉得能成功吗？忽悠会成功的。我问的是你。我必须成功，因为我没有选择。现在换我问你了，你为什么帮郭新年？他成功了，给你什么好处？他给你股份了。你觉得他能成功吗？有罗维、京城，还有像你这样的人当道，他真的好难。他跟你们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郭新年是个好人，好人想做点事儿，真的很不容易。所以你就同情心大发，拼了命帮他，是吗？我帮郭新年是因为我欠他的，京城盗版的事情我阻止不了，但责任在我。我确实希望郭新年能赢。这个世界上如果好人能赢，我会很开心。你还是个道德楷模啊，好高尚。高尚不好吗？高尚好，但是高尚是你们这种人玩的东西。你们用高尚展现自己的魅力，区分好坏。我们是河两边的人，想的不一样。你说吧，你到底对我还有什么积怨？你一次给我说出来，我就想知道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。纳兰，你知道，我是从小地方走出来的。我爸爸是水务局的普通工程师，我妈妈是售货员，而你呢？你生活在北京，出身高干家庭。我读的2本大学，但你读的英国剑桥。我没日没夜努力了2年，才考上了复旦的研究生，还差点去不了。因为我家想让我早点嫁人、结婚。我是借了钱才出来读的书，这么多年我都不敢谈恋爱，我连猫都不敢养，我才走到今天这个位置。而你呢？你的少爷推了一车的花，拉着小提琴到公司来跟你道歉，你都不搭理他。你说你哪儿得罪我？我不是你的敌人，但你肯定不是我朋友。
删了吧。上午帮我请半天假。